很多人把好运理解成外在的赏赐，升迁突然降临，金钱意外流入，遇见一段刚刚好的关系。于是我们努力向外追寻，学习技巧，调整策略，渴望被命运眷顾。却很少有人回头问自己是否站在与好运相符的位置。爱自己并不是一句温柔的口号，它是一种深层的自我态度。当你内心对自己充满批判，神经系统会长期处于压力状态。你对错误零容忍，对表现过度苛求，对失败无法原谅。这样的内在氛围会让你在机会面前退缩，因为你害怕一旦失败，就再次证明自己不够好。于是好运靠近时，你反而怀疑自己配不配，怀疑事情会不会长久。你看起来在追求幸福，其实在防备幸福。当一个人真正开始爱自己，内在会出现一种稳定。你不再用成就定义全部价值，不再因他人的评价而全盘动摇。你允许自己学习，允许自己修正，允许自己慢慢变好。这份允许会让大脑释放安全讯号。当身体感到安全，视野会打开。你更敢尝试，更愿意表达，更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。好运并不是凭空而来，它常常是勇气与稳定的副产品。而勇气与稳定来自于对自己的善意。当你爱自己，你会选择对你有益的关系。当你爱自己，你会拒绝消耗你的环境。当你爱自己，你会为梦想投入时间与行动。这些选择看似平凡，却正在重组你的未来。宇宙回应的往往是你如何对待自己。如果你内在充满否定，你会默许不好的待遇。如果你内在充满珍惜，你会吸引尊重与机会。爱自己不是自私，它是一种对生命的负责。当你真正珍惜自己的存在，你会发现很多事情开始顺流。不是因为运气突然改变，而是因为你终于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。那个位置是打开所有好运的起点，而钥匙一直都在你手中。关系的层次往往不是由外在条件决定的，不是外貌，不是收入，甚至不是技巧，而是你内在的安全感。一个人如果长期感到不安，即使遇见温柔，也会怀疑那只是暂时。即使对方真诚靠近，心里仍然预备退路。你嘴上说想要稳定，内在却时刻准备逃跑或抓紧。这种矛盾的讯号会让关系变得拉扯。安全感不是来自对方不离开的保证，它来自你对自己的信任。信任即使关系改变，你依然完整。信任即使被拒绝，你仍然值得。当一个人内在稳定，神经系统会释放平衡的讯号。你说话的节奏不再急促，你回应冲突时不再过度防卫，你能够聆听，而不是随时准备辩解。这种稳定会让对方感到安心。人会本能地靠近让自己放松的能量。如果你总是在试探与焦虑之间摆荡，对方也会跟着紧绷。如果你能在不确定中保持平静，对方会更愿意真诚。高层次的关系不是没有冲突，而是双方都能在冲突里不失去自己。当你内在安全，你不再用讨好换取爱，你不再因为害怕失去而压抑感受。你可以说出需求，同时尊重界限。这种成熟会筛选掉不适合的人，也会吸引同样稳定的灵魂。吸引力法则在关系里的运作其实很细微，不是幻想某个理想对象出现，
而是成为那种能承载理想关系的人。当你对自己有安全感，你会选择健康的互动。当你对自己有安全感，你不再容忍反复消耗。当你对自己有安全感，你会被更成熟的关系吸引。不是因为运气变好，而是因为标准提高。内在的稳定是一种磁场，它安静却清晰。当你站在这样的状态里，你会发现关系开始变得简单，不需要过度猜测，不需要频繁试探，只是两个完整的人在同一个频率上靠近。而这一切的起点不是对方，而是你内在的安全感。有时候你说你想被好好爱着，可是在夜深时，你对自己说话的语气却比任何人都尖锐。你渴望有人理解你的辛苦，却在失误时第一个否定自己。你希望有人包容你的不完美，却从未允许自己慢一点，脆弱一点。于是爱在门外徘徊，你却以为它迟迟没有出现。其实问题从来不是你不值得，而是你还没开始对自己温柔。心理学里提到，自我对话会塑造情绪基调。当一个人长期用批判的声音对待自己，大脑会习惯性地进入防御模式，关系里也容易敏感、紧张、过度解读。你以为是对方不够体贴，其实是内在缺乏安全。爱不是从外界补进来的空洞，它更像是一种共振。当你愿意为自己准备温柔的空间，当你在疲惫时选择休息而不是责怪，当你在犯错时选择学习而不是羞愧，你的神经系统会慢慢松动。那份松动让你在关系里更自在。你不再急着讨好，也不再因为一点冷淡就全盘否定。因为你知道，即使此刻没有人拥抱你，你仍然站在自己这一边。你值得的爱，不是用成就交换，不是用忍耐换来，它是一种稳定的存在感。当你每天给自己一点肯定，一点理解，一点包容，那份能量会累积。你开始吸引能够欣赏你的人，而不是只看见你付出的人。你开始选择愿意尊重你的人，而不是消耗你的人。不是因为世界突然改变，而是你对自己的标准改变。当你愿意给自己爱，你会更清楚什么不是爱。你会在不健康的关系里停下脚步，在暧昧不清的互动里说出界限。那不是冷漠，而是清醒。爱从来不是救赎，它是两个愿意对自己负责的人，在同一个频率里相遇。当你开始每天为自己留一点温柔，你正在为那样的相遇铺路。所以不要再等待某个人出现，才开始相信自己值得。从今天起，用你期待被对待的方式，先对待自己。因为你值得的爱，从来不是偶然降临，它从你愿意给自己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开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对自己充满怀疑时，即使别人说喜欢你，你也很难真的相信。你会反复思索，是不是因为一时新鲜，是不是对方还不够了解你，是不是某天就会发现你的缺点。于是你在爱里小心翼翼，你不敢太投入，不敢太袒绿，甚至不敢太快乐，因为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质疑你的价值。那个声音也许来自过去的经验，一次被否定，一次被比较，一次没有被选择。它慢慢变成信念，潜伏在你的自我认同里。心理学称之为核心信念。当你相信我不够好，大脑会自动搜寻证据来强化它。即使爱靠近，你也会挑出细微的瑕疵，证明它终究会消失。这样的怀疑，不是因为你真的不值得，而是因为你还没有松开旧有的定义。
当你开始停止怀疑自己的价值，不是突然变得自满，而是愿意承认自己并不完美，却依然值得被珍惜。这份承认会改变你的能量。你不再急着表现，不再过度迎合，不再把每一次回应都视为考验。你的语气变得自然，你的笑容变得真实，你的界限变得清晰。爱最容易流向稳定的地方。当你不再动摇自己的价值，你散发的不是讨好，而是笃定。人会本能地靠近笃定，因为那代表安全，代表成熟，代表不需要过度消耗。吸引力法则在爱里的运作其实很细致。你对自己的评价会成为关系的标准。当你认可自己，你不再接受模糊与敷衍。当你认可自己，你会被同样成熟的灵魂看见。停止怀疑自己的价值，并不意味着世界立刻改变，而是你开始改变选择。你选择相信真诚，选择信任稳定，选择为自己保留尊严。这些选择慢慢调整了你的频率。于是爱不再是追逐的目标，它成为自然的流向。当你不再怀疑，你会发现爱其实一直在寻找一个稳定的落点，而那个落点正是你。很多人害怕设下界限，怕被误会冷淡，怕被说自私，怕一旦拒绝就失去连结。于是你习惯说好，明明累了还是答应，明明不舒服还是沉默，明明心里有感受却选择吞下。你以为这样能维持关系，却没有发现你正在慢慢失去自己。没有界限的关系看起来亲近，其实模糊。模糊会带来误解，也会滋生委屈。当你长期压抑需求，神经系统会累积压力。你开始变得敏感，开始在小事上爆发，开始在心里计算谁付出比较多。问题从来不是对方太过分，而是你没有清楚告诉对方你的底线在哪里。界限不是墙，它不是用来隔绝爱，而是让爱有形状。当你尊重自己的界限，你在告诉世界，这里是我。你清楚自己的时间，清楚自己的原则，清楚自己的感受。这种清楚会让关系变得简单。对方不需要猜测，不需要试探，不需要在模糊里摸索。清晰是一种安全感。当你能平静地说不，而不是愤怒地拒绝；当你能坦然地表达需要，而不是期待对方读心，关系会自然升级。心理学里提到，健康的依附来自稳定的自我边界。当你知道自己是独立完整的，你不会因为对方的情绪而崩塌。你可以靠近，也可以保留空间。这样的平衡让连结更成熟。有些人会因为你的界限离开，那不是失去，而是筛选。真正愿意尊重你的人，会理解你的清楚，而那些只习惯消耗你的人，会在界限面前退场。当你越尊重自己的界限，你越不需要用愤怒保护自己，因为你已经提前说明。关系于是变得透明，透明里少了猜疑，多了理解；少了压抑，多了真诚。你不再因为害怕失去而迎合，而是因为珍惜自己而选择。那份选择让关系越来越清晰。清晰不是冷漠，而是成熟。当你站稳自己的边界，你会发现真正适合的连结会在清楚之中靠近。你是否曾经在一段关系里忽冷忽热？有时极度渴望靠近，有时又突然想抽离。当对方热情时，你退缩；当对方安静时，你焦虑。那种拉扯
其实不是爱太复杂，而是内心尚未平衡。当一个人内在充满矛盾，关系就会成为放大器。你未处理的恐惧会投射到对方身上，你尚未整合的自我价值会在亲密里反复考验。于是爱变成证明，变成试探，变成追逐与逃离的循环。稳定的关系不是没有激情，而是情绪有容器。当你内心平衡，你能够感受爱，也能承受距离。你不会因为一天没联络就质疑全部，也不会因为一次争执就否定未来。神经系统的稳定会让你的回应更成熟。副交感神经启动时，你能倾听，而不是防卫；你能表达，而不是指责。内心的平衡来自你如何对待自己。当你不再极端要求完美，不再因一点失误全盘否定，你就为关系建立了稳固的基础。因为你已经学会如何与自己的情绪共处，这份能力会自然带入爱里。你开始尊重节奏，不急于定义，也不害怕等待。你愿意给彼此空间，也愿意在需要时靠近。这种弹性是成熟的标志。吸引力法则在这里并不神秘。当你内在平衡，你散发的是安定的频率。安定会吸引安定，不再是戏剧性的起伏，而是细水长流的温柔。真正高质量的关系，从来不是激情取胜，而是两个稳定的灵魂，愿意在平静中陪伴彼此。当你把注意力放回内在，修复自己的不安，安抚自己的焦虑，你正在为那样的关系铺路。不是等对的人出现，而是成为能够承载稳定爱的人。你内心的平衡就是那把关键。当它稳定，爱自然也稳定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